非常老师啊，聊得这么热闹啊，说了半天老舍，老舍先生见过老舍吗？那哪儿见去？没赶上，那个年没赶上，龄没赶上，没赶上。你看这边是谁？哟，这老舍的重孙子。哎，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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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您好，也舒先生是吧？啊，舒先生，来，哎，您好，吴老师，哎啊。今天呢，我们来到金石中街，讲述一下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讲的有些内容是书本上没有的，特别是今天老舍先生的后人来主诊，让我们好好来欣赏一下吧。大家好，我是紫金城下的胡同。今天呢，我跟二位老师，我们来到了这个金石中街。对，这个地儿是什么地儿呢？龙须沟啊，太有名了啊，龙须沟。让我们这个二位老师呢，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老舍先生所写的这个龙须沟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好吧，好，这个龙须沟啊，您看没有？这儿这趟街，龙须沟在这儿呢。这边这一大片，这是金鱼池啊，金鱼池是真正养金鱼的地方。嘿，为什么叫金鱼池？它这是怎么来的？最早追溯金代，溯源金代，溯源到金代。金代的时候，这个修这个金中都。挨这儿刨坑挖土啊，烧砖，留下的窑坑，没错，留下窑坑，后来积水形成的大水坑子。到了元朝，然后就引三里河的水进去，开始养金鱼。对，从元朝、明朝、清朝到民国，一直这边是养金鱼的。没错，这是两大水系。哎。这前面有胡同叫水道子，对，你看看，就是从这边的水，然后这么过来的。龙须沟的水，龙须沟水是从哪儿过来的呢？是从虎坊桥。虎坊桥走天桥，然后金鱼池这么拉奔虹桥，对，到虹桥往南转，直接入这个永定门护城河。哎，龙须沟的这条水的水源应该是在哪儿？就是陶然亭那块的泉源，一直到虎坊桥，从虎坊桥这儿一直向东走。哎，对，过来的。对，这就是原来它都是水系啊。没错，这条水系还路过一个地儿呢，那个地儿大家谁都知道的啊，天桥。对呀，就是因为天桥要跨过这条河，哎，所以它才那儿有那么个天桥。有个天桥。说天桥没桥，实际上有桥，哎，就是搭的这条河过来的。对，当然咱们就说一说这个金鱼池。说是金鱼池，这金鱼池从元朝开始养金鱼，一直到民国。没错，这个那时候再到这个明朝的时候，这一片特别的漂亮。它种着好些的柳树，那岸边上，对，那这大鱼坑，种了好些柳树，而且什么呢？当时这儿景色特好，有好些呢有钱人呢就把这个，就是这个岸边这地儿啊，建了好些那个亭台楼阁观景的地方，就跟一公园似的。没错，一直到民国初年还那样呢。对。而这边呢，就是有好些那个大鱼坑，特别是清末的时候，清末民国的时候。在这儿有好些个渔庄，最有名的有鱼的地方，最有名的有三大渔庄，知乐渔庄、永顺渔庄、长海渔庄，对，这么三大渔庄，尤其是这知乐渔庄，这知乐渔庄最早的这个东家谁呀？姓姚东家，民国初年的时候倒给了谁呢？倒给了当时的这个交通总长，叫曾玉俊，倒给了曾玉俊。曾玉俊呢，雇了一个大掌柜的，这大掌柜的叫于魁武，挨这儿经营。他这个渔庄最大，一共有50个大鱼坑，所以说他是叫鱼，过去养鱼的把式。对，都是把式。而且呢，这个仍然延续着明朝这儿有游船，没错，这个有老照片为证。对，当年在这儿。对。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到宣统年啊，往后这个三里河那儿的水呢，就逐渐的就这个什么了，就干枯了。对，从清朝末年开始，这个水系干枯了，上边的水慢慢的就没有了。对，等到这个30年代的时候，民国30年代的时候，这儿就基本上就慢慢就不行了。对。又加上战乱呐，这也就没人管了，也没人那个，这儿变臭水坑了，因为它那个活水它断了，变成死水了，就变臭水坑了，所以也就那种。
而搬过来好些那个就是逃荒的、避难的、过去那个躲避战乱的那些个穷人就在这儿，哎，搭个窝棚，搭个窝棚什么就挨这儿住。对，而这个沟沿边上呢，这个就这儿原来这儿也如是。原来这条是个清水，也是清水，泉水过来，也是这个宣统的时候，那时候三里河这水干了，对，然后那个河道啊就被淤泥就堵住了，对，这儿就变成死水了，从这儿一直到山涧口，山涧口那么拉呢，山涧口往西奔虎坊桥那边呢，它改的是暗沟，这吧啦还是明沟，对，所以就变成臭水沟，就变了，它之所以臭。刚才咱们聊天，您不还说呢吗？阴沟这边叫阳沟，对，两个。刚才聊天您不还说呢吗？这沟沿人这儿有好些那手皮子的。原来吧，就这个，就是说这个龙须沟的臭的原因，其中主要的一项，还是这个叫手工作坊多。对，这个手工作坊做什么呀？就产手皮子，产皮子、手皮子。哎，这些皮料产完的这些那脏那人烂肉啊、什么的就都扔那里，丢到沟里了。都是，所以就变成了臭沟，它又没错。就这个有佐证，为什么呀？就在咱们前边，比如说前边的坟场胡同啊，很多啊，现在还是皮革公司的宿舍，哎，留下来了。当时那些小作坊，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这些的门店的小作坊变成皮革厂，变成了皮革厂。皮革什么1厂、2厂、3厂哈，都有的。然后他们的宿舍现在都在这边。是。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呀？过去哈也是特别有意思，龙须沟就这条河的这个北边是皮革的手皮子的小作坊，南侧都是一些那个苜蓿加工厂，特别多。苜蓿加工厂那个在哪儿呢？那在鲁班馆那边呢，在那边就是现在的鲁班胡同。对，那在那边呢。咱们接着说这边了，对，说这边了，说这条沟，这个由于这手皮子呀什么的，这都是扔那里头，对。然后呢，死猫死狗也往这里扔，所以那沟臭极了，形成了臭沟，叫龙须沟嘛。所以说呢，才有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老舍先生写的龙须沟。老舍先生，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1950年的时候。当时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决定就是治理这条臭沟。一开始治理这臭沟，当时是找的驻军，解放军，对，挖这个沟，然后这一解放军一干那什么，这老基夫一瞅，真是这儿治理这沟也都特别受感动，然后就都加入这个。就是治理这个臭沟这个行列当中，挖这沟就那什么老舍先生呢就特别受感动，就到这儿来，实地采访、体验生活，然后写的这个龙须沟。当时这个挖这个沟的这个时候，把这个沟给挖了，当时是没有钱呢，都是小米啊，然后这个就是折合成小米儿，当时这个属于是崇文这块吧，对，他当时的预算大概是270万斤小米儿，就是整个这条沟的这个治理这个的预算，那时候费用，整个的费用，然后呢，这个咱们南巴拉这郊区的这老乡家，赶着马车上这儿也来参加义务劳动了，干嘛呀？把这臭泥挖出来之后啊，他拉走。然后上地当肥料，这个挖这个完了之后彻底，一直到1951年的几月，那是把这个彻底把这个道填平了，改成了暗沟，感觉彻底治理好了。然后呢，这边金鱼池这边呢，也把这个什么那个就是那些个坑啊什么的也都给填平了。对，然后呢，到了这个65年、66年的时候，这片这儿盖的简易楼，对，盖了一片简易楼。然后您看咱们都是一些各单位的宿舍楼，对。然后咱们现在看这楼呢，03年改造的，这是前些年这个又重新翻建的，03年翻盖改造的小区，就金鱼池，而且还有一个话剧要说的。那个话剧，那个宋丹丹演的万家灯火，万家灯火演的是什么呀？演的是金鱼池改造的，当时如何动员大家去那个改造、去拆迁，住新楼房的故事。是，所以说呢，两个话剧，一个是老舍先生的《龙须沟》，
治理这个金鱼池臭水沟的话剧，2个话剧，等于说，从这个建国初期，到2003年那个金鱼池的改造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的变化就在这儿。所以说，说到老舍先生，说到龙须沟这个话剧，我特别喜欢。在这儿我也说一说我对这个话剧的一点的心得什么心得呢？老舍先生这个龙须沟里边有一个小孩的小人物叫小妞子，妞子天天喊着是什么呀？要买小金鱼，那个小鱼缸。对，为什么？我就说最后小妞子在这沟里淹死了。我就说什么呀？老舍先生啊，对北京的文化民俗研究透了。为什么他在戏里边要有一个小妞子，要小金鱼？咱们都知道。过去啊，走街串巷都有卖大小金鱼儿。对，卖大小金鱼儿嘞。为什么？过年过节都卖，冬天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把小金鱼儿当成年货来买小金鱼儿。对，为什么？就是说金玉满堂，为他讨一个口彩，也就是说小金鱼儿，人们对小金鱼儿买到家里边去观赏、去看它、去养它。其实也对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一种期盼。所以说，在龙须沟里边，这个小妞子天天喊着要小金鱼，也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对美好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期盼而已。对，非常老师啊，聊得这么热闹说了半天老舍先生，见过老舍吗？那哪见去，没赶上。年龄没赶上，你看这边是谁？这老舍的重孙子。您好，那应该也舒先生是吧？舒先生，来，您好，吴老师。对，北京人都喜欢老舍。这个，您的祖父舒乙先生我很熟，他还那时候我在琉璃厂开京式茶馆的时候，他给我写过匾，是吧？包括就是您的曾祖母胡洁清老给我写的匾，写的是当年老舍先生一首诗送给我，说在茶馆里头，那太珍贵了。您祖父舒乙先生大夏天给我送过去的。那首诗我到现在记着，给我写的嘛。那匾现在在家呢，哪天你们去我给你们看看。老舍先生的诗，幽燕闻诗远，慷慨几千年，博古为今用，风流胜虚闲。嘿，真棒，真是棒。那个有一年呢，我也和舒乙先生在那个丰富胡同那个单小院的院里来故居了故居那天是腊月23搞了一次纪念老舍先生的活动，因为腊月23是老舍先生那天出生，就整红旗下总有这么一句话，没错，灶王爷上天，我落地。对，有这句话。对，说起这个他的那个爷爷舒乙先生我那会儿搞共青团工作，所以那会儿我们还组织这个共青团的干部听过他的报告的，那会儿您这个爷爷还很年轻呢，那是，您说这得20年前了，30年前，30年前。你这个相貌还真挺像的还真是挺像的，有这个对风范对还真行。那今天咱们难得，那舒先生跟我们镜头说两句话。今天非常高兴这是各位朋友邀请来到这个龙须沟现在金鱼池老舍先生雕像这个面前。老舍先生是咱们中国第一个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这个人物，也是获得了国家很多的奖项。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还是在纪念老舍先生，怀念老舍先生。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同仁能一起加入，我们一起来传承老舍精神，发扬老舍文化，让我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好，这样，谢谢，非常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呢关注我们这期节目，好吧？好，我们下期再见。